哎，话说四川哈，是我和我老公感情的终点。我和我这大胖媳妇在四川旅游的时候，因为麻椒分手了，我还支付的分手费。上次不跟你唠了一下，这个加拿大男子第一次来四川，因为没吃过麻味儿，也没见过麻椒，吃饭还非得用菜汤拌饭，炫进去2两麻椒粒儿。完事告诉我，他哪都大，失去知觉了，中毒要死了，要上医院，后事都交代了。幸亏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司机点醒梦中人，说这去啥医院，就是咬着麻椒了，俺们才免去了一趟急诊。完，我老公呢就半信半疑吧，就他还是觉得这麻椒粒儿让他中毒了，完他就怕这麻椒粒儿，就躲他。第二天我领他一块去吃火锅去，我说要不就给你点个清汤的吧。然后人服务员小姐姐呢就笑了，说啊，他吃不了辣是不是？哎呀，可能是瞅人家小姑娘长得好看了，这宇宙的尽头在铁岭，男人的尊严要觉醒，跟人掰扯上了。我可以的，我不可以吗？他这四声不分，人小姑娘我估计根本就没听明白他说的是啥，心寻你可以拉啥呀？你啥都吃不了。完人说的那你就点微辣呗，微辣也不咋麻。结果火锅上来了，我老公吃一口，脑袋又大了，给麻跑了，拎着3瓶冰镇花生露出去等俺俩去了。我跟我朋友吃完饭出去找他，人咋没了呢？后来发现他在50米以外的一家女士时尚内衣体验馆门口坐着呢。我说你上这儿坐着干啥来？他告诉我那边有麻风，有麻风。完接下来几天呢，就啥都是麻辣的，我就感觉他整个人就有点慢慢的不好了。我天天领他出去吃饭，就像带个傻儿子似的。人家一到饭店，人家问吃点啥，就看他。我可以了，我不要骂，你们不要骂我。完我就开始有点烦他了。他呢来的时候不钱包落出租车里了吗？没有钱，完天天啥事就跟着我，像个小媳妇似的。他也开始有点闹心了。完这矛盾在一个晚上就激化了。那天晚上我跟我朋友找这小饭店吃晚饭，我老公当时可能也是要被麻崩溃了。到这饭店一看，这菜单上有图，这好上来指我要这馄饨。人老板说的这个叫抄手，我老公说抄手抄脚都行，我就要那手和脚，你别给我抄，就别放料，就把馄饨捞出来就行。完事这抄手就上了，人老板真没给他加红油和麻椒，汤都是白的。我寻思这回好，他能消停一会儿了。结果人吃一口那损色，我说我不要骂，你们为什么都来骂我？都来骂我！我当时我根本没寻思，就人家在和馅的时候可以放这个麻椒的或者花椒的面来调味嘛。我当时就觉得它太矫情，哎，就当时就感觉挺白的汤，挺大个脸，挺单薄的爱情在抄手中搁浅。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说咱俩给他撂着吧，咱俩逛夜市去。完俩互相瞅一眼，把他撂上就走了。夜市逛挺爽，回宾馆的时候，俺俩以为他能在宾馆睡觉呢，结果他那屋没人。我寻思他能上哪去呢？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，他兜里没钱，我就寻思，你说他1分钱没有，他上哪去了呢？难道说是就地出家了吗？关键是你说斋饭，咱能说就肯定不骂他吗？俺俩没招，就找回刚才吃饭的小饭店去了。在门口我就看着他了，还搁6号桌呢，坐溜人，让人给扣下了。我就搁这瞅，饭店没别人了，就他跟老板娘，老板娘搁那扫地呢。我就看他，我骂了，老板娘，我根本就没给你加料，就是清汤的。我老公，我就是骂了，老板娘，你说麻就麻呀，他怎么就麻了呢？我老公这汉语吧太差了，他不会表达他嘴里这种感觉，憋半天整个。我滋了，哎呦我的妈！我滋了，我在外头瞅，给我逗的，我滋了。完，老板娘说的，你滋了，你滋了，你也得结账，你也不能说赖账就跑。你吃霸王餐的，你滋了。我进去赶紧我把账给结了，我丢起着脸。你说一个老爷们儿就一个麻，就事儿的。完，第二天在回厦门的飞机上，我就提出了分手。你们见过女生提分手还支付男方分手费的吗？我当时那家伙老有刚了，啪嚓给甩100块钱。我当时我就告他，我说这钱3块钱够你公交车直达回家，90够你吃饭吃到补办银行卡。你买啥吃啥，是辣是麻，从此红尘各自繁华。剩下7块钱是我认识你7个月的青春损失费。咱俩的青春都不咋值钱，谁也别讹谁，从此咱就两清了。但是我这个人的气节呢，就发挥不是很稳定。后来他跑到宇宙的尽头铁岭来了，完整吧又好了。这事儿以后再跟你细唠。哎，你们想不想跟我一起夸奖一下这个男人？刚才我给他看林有有舔许幻山冰激凌的片段，我问我老公，如果这个男的是你，你觉得他可爱不？他看完给自己气得直秃噜，问我都给他买冰激凌了，他为啥还要吃我的？我这大胖媳妇护食到什么程度呢？今天给你们讲讲啊。有一次我跟我老公上西班牙找朋友玩，这俩人也是2口子，
完那天呢，他俩就叫上了很多西班牙的朋友，带俺俩去当地的一个农场兼烤场，就是先领你进农场，让你看看他们养的这些小动物，然后再领你进餐厅，给你菜单，然后你选刚才你看的这些玩意儿里你想烤谁。当然你选这个不一定就是你看着的那个选手，就是那个种类吧。给我看的吧老乐了，我寻思我是点这个烤猪脸还是烤羊腿还是烤的大兔子呢？但是我旁边这个女生就是我这个同伴，人家说的，天哪，你不觉得这个做法太残忍了吗？刚刚让你看到他们鲜活的生命，然后就让你看见他们被摆上餐桌，你们怎么能下得了嘴呢？完我心里就寻思，这有啥张不开嘴的？那你前天早上上饭店，那大培根咔咔造的头皮屑上都是油的时候，你以为那大培根是用爱做的呀？那你昨天大半夜点一桶炸鸡，喵喵吃的嘎叽窝里都脆骨的时候，你以为那鸡翅是梦做的呀？这有什么区别呢？但是你说彩玲有的时候，哎妈呀，还讨喜型人格呢，你还别不信。再一个装这个事儿的传染，我当时也不知道咋的了，就觉得他这么说显得好有爱心哦。完我也跟着装上了，我说是，这让人没有胃口了呢，好残忍。然后我老公当时呢就小声怼我一句，说你是不是想点那个烤猪脸？想点就点，别装圣母。但是我当时就上来那劲儿了呢，就一定不能让人看到我蛮荒的一面。完我这个同伴呢，就为了抗议她老公选这个地方，就点了个素食沙拉。完我也整跟人一样的。结果过了一个点，大伙儿都老饿了，上菜了。我对面是6个男的，2猪脸，3个羊腿，还一烤鸡。大油花折射着他们狰狞的笑脸，虚伪在孜然味中逐渐搁浅。眼前这盘焦虑的大沙拉呀，宛如洋葱拌苔藓。这时候我就发现哈，我这个朋友就说不能吃烤肉，这个一直在悄悄的从她老公的盘里头往出薅烤鸡，一会儿薅一条，一会儿薅一条。就以他这个频率算下来，其实这鸡腰以下的都让他给掏了。但人家动作小，一般人看不着。完我就控制不住了，我也上我老公盘里薅羊腿去了。完我老公咔把盘子给扣住了，整的样像下蛋似的，整的谁都瞅我。完他挺大声说的，我媳妇平时吃排骨自己能造一扇，今天非得装天使点沙拉，偷摸上我盘里抓，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当时给我气的，我寻思咋就这么护食，就吃一口你东西都不行。后来人家自己的解释是，我不光是在拒绝你薅我盘中的羊腿，我更是在惩治你假意的虚伪。他就是他，你就是你，天使的面具戴不起。所以你要是觉得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哈，有时候有点情商凋零，有时候有点不解风情，其实也不是啥大事，他不解你的，他也不解别人的，反倒对林有有这样的也就免疫了。这不马上七夕了吗？下个月还是俺俩结婚纪念日。以前我是从来不给他买礼物的，但是因为他对林有有的厌恶值得嘉奖，我准备今年送他 You Smile 牙刷，你们看带劲不？我老公老歇了，长得可真是太大气了。这牙刷充电3小时能挺半年，它是 USB 口的，你整个充电宝就行，3档强度，4种模式。你看看这刷头可太小了，是给咱亚洲人设计的。好在我大胖媳妇的嘴也不算太大，居然还有一个清洁牙胎的专用刷子，把你这嘴里连墙带瓦在地毯都刷干净了。你说你早上正着刷牙，你困得滴了当啷的，你就把它往嘴里一支，它自己1分钟震38000下，干活干的直急眼，多省事儿多干净啊，不比你手动刷的美呀。咱们不得不承认，人家林有有不管咋的，人家牙白呀。在座的女孩子们，咱们也别输在一张嘴晃他一个大跟头的机会上了。预防林有有，让我们从刷牙做起。